岸田一番表态，引爆两个阴险的意图，甘愿被美国利用，警惕啊，美日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七国集团峰会呢，已经是在日本广岛落幕了。不过，虽然峰会结束了，但外界议论的声音却没有停止，尤其是日本利用东道主国之便引导会议多个议题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中国。另外，在日本的推动之下，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更是将中国列为了单独议题。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一场日本配合美国制造阵营对抗的闹剧。而作为美国的忠实跟班，日本近些年来紧跟美国的步伐越来越积极。美日在台海问题上制造事端，日本呢就操纵涉台议题，配合美国制造事端比如说此次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表示，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并计划把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内容写入峰会的联合宣言当中。在明知道台海问题触及我国红线，日本他还这么干，想来呢，这其中有两个阴险的意图。一个呀，日本的大胆是美国支持的。岸田这番表态，某种程度上不仅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也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简单来说，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甚至把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毕竟台湾省是第一岛链的门户，这要是我国实现了统一，那么毫无疑问第一岛链呢会陷入崩盘的境地。而届时美国在西太又能剩下多大的影响力呢？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该国明显这是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的。所以美国哪怕是面临债务违约的情况，也要在台海问题上拱火对付中国大陆。而既然美国存在这个目的，日本哪有不跟从的道理？所以至此坦白讲，这次峰会就是日本在配合美国进一步加强在台海问题上攻击中国的力度。而至于另一个阴险意图呢，在我看来是美日在 G7 设下的陷阱。什么陷阱事实上可以明显看到，当前在台海问题上，G7还没有达成共识。虽然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已经明确表明立场，是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继续在台海问题上搞事儿，但像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大国却迟迟没有表态，显然呢是根本不想卷入台海问题。而就连英国这个美国的忠实跟班之一，如今呢也在摇摆眼看这种情况，美国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而相比特朗普时期单打独斗的反华战略，拜登时期的反华战略是拉帮结派，联合多国一起围攻，围堵中国。要是法德等国家不卷入台海问题，那么在反华的道路上底气就会更小。因此，美日只是想借G7捆绑欧洲，当然说的好听一点是捆绑，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企图把欧洲变成台海问题的炮灰。美日一系列举动足以证明他们在试图掏空一个中国，而这个过程他们自己也是知道危险的，所以必须要有炮灰在前面挡着伤害，让他们能够顺利地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本就没有把欧洲当成盟友伙伴，关键时刻也不会管他们的死活。当然，其实日本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棋子。此番日本在峰会上的表现，很大一部分不排除是美国怂恿教唆的。美国在利用日本达到捆绑欧洲的目的，而对此日本不知道吗？当然，日本心里也清楚，那就是甘愿被美国利用。谁让岸田政府想要攀上美国这座靠山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